来看这个视频，一辆豹二坦克正在开炮，注意看它接下来的动作，炮口抬高了一下，然后再落下，又继续开炮了。所以这个抬炮口的动作是在干什么呢？是为了抬高之后方便把炮管里面的烟雾给释放出来吗？但你看啊，使用同一门火炮的埃布拉姆坦克呢，在开炮之后却完全就没有这个动作，难道它就不用吹烟了吗？肯定不是啊，那么就另有答案了。其实豹二把外面的炮管抬起来呢，是为了方便里面的，因为此时呢，炮塔里面的炮手正在紧张地从他身后的弹药仓里面取出炮弹，扛起来，转过身，再小心地塞进炮尾。这一系列的动作虽然并不复杂，但是当操作对象是一个重达25公斤的玩意儿时，就应该要认真地考虑一下如何省力了。显然，把它抬到腰部和抬到胸部所用的力气是不一样的。这是豹二炮塔内拥挤的画面，可以看到炮尾其实已经离后壁相当的近了，以至于炮手只能站在侧面来操纵火炮，而且他的站位还非常的矮，炮管的高度呢都已经快到他的肩部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装弹，即使换成斯瓦辛格，估计也坚持不了太久的。他有可能进不来啊，估计到了胸肌那儿就会卡住的。所以豹二的解决方案就是，不管炮管瞄着哪边打，只要是需要换炮弹呢，都会把炮尾给降到一个固定的低位的。所以在外面看起来呢，炮口不就抬起来了吗？它叫做定角装弹。可美国的埃布拉姆为什么不用呢？人家空间大，炮手还站得高嘛，所以就可以站到炮尾的后面，只用把炮弹抱到及腰的高度就能塞进去了。这样再动炮管的角度呢就没有太大必要嘛。它叫做任意角装弹。从装弹效率和发射速度来看呢，肯定是要高于豹二的。但你会不会奇怪啊？既然他俩用的都是一模一样的蓝银金属120毫米滑膛炮，为什么在装弹方面却有着这么大的区别呢？先放2张对比照片，看看你能不能自己悟出点啥来。好，从炮塔外面来看呢，埃布拉姆的炮管是不是明显就要比豹二 A5 的更长一些啊？这个跟他们火炮耳轴的安装位置有关。耳轴就是火炮上下转动时绕着的那根轴了。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如果把耳轴尽量朝炮塔的前面放，自然就能够为炮塔的内部省出更多的空间了。豹二和埃布拉姆都是这么干的，或者说在早期的豹二上是这么做的啊。不过由于早期豹二炮塔的装甲呢并不厚，即使是把耳轴紧贴着炮盾来安装，也会有一大截伸在炮塔内，所以只能在一开始就很无奈的选择了抬高炮管的定角装弹。另一边，埃布拉姆的炮塔则从一出生就皮糙肉厚，所以火炮的耳轴就能放得更靠前，内部空间就显得富裕很多了。好吧，如果一开始有差别还说得过去，但是当豹二都发展到了 A5， 它的炮塔装甲也已经明显变厚了不少啊，为什么还不重新设计一下，把耳轴往前移呢？估计就是为了省钱了啊。其实后续的 A5、A6 沿用的还是 A4 的那个基础炮塔，只是在前部挂上了附加装甲，让炮塔显得更长而已。看起来德国人果然是很老派是要把抬头的传统进行到底把一段铁轨裹在身上是什么感觉？法国人可以告诉你因为他们发明了这个，勉强可以算得上是坦克的东西。干什么用的呢？可以踏平铁丝网，碾过壕沟。这2样东西可是开创了人类战争的新格局而法国人呢，差一点就用他们不着边际的脑洞给破解了。1914年，法国著名的工程师路易斯·博伊拉特呢，凭着自己积攒了20年的铁路设计经验，制造出了一台可以永远开在轨道上的奇怪机械。它左右各有6段连续的轨道，中间则套着一个三角形的动力核心，通过一系列的轮子和链条，80匹的马力就能够源源不断的从核心输送到轨道，使它缓缓前进，稳稳的压平铁丝网，轻松跨过壕沟了。在战场上那就是畅通无阻要是用它来打头阵，后面再跟上步兵，岂不很快就能干到敌人的老家了？想的是挺美的但博伊拉特忘了给他加上一样最重要的东西——装甲。你看它就是那么镂空着的，谁开着它呢，谁就要第一个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再加上其无力吐槽的每小时1.6公里的龟速和几乎不能够改变方向的转向机制，法国战争不说咱还是算了吧。但博伊拉特还想要搏一把于是开发出了第2个版本，它更紧凑、更轻盈，
关键是驾驶室终于有了装甲的包裹，也终于能够比较方便的转向了。虽然转弯半径也达到了夸张的100米，好吧，这一下赞成部能够看上了吧？抱歉，陆军说，你那点本事呢，我找一条毯子就搞定了，速度还不知道要比你快多少倍呢。把材料省下来造枪吧。M1 坦克炮管尖尖上的这个东西是什么？看起来很像一支枪的准心，有没有？所以它也是炮管的准心咯。然而并不是，虽然它的确起着保证射击精度的重要作用，但不叫准心，而叫做炮口参考传感器 MRS。 它是干什么的？先给你讲一个故事吧。美国炮兵单位里面有一个高级职称叫做炮手大师，想要获得这样一个称号呢，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并通过最终的考试。80年代初期培训课程里面有这样一个有趣的项目，教官会将一支粉笔粘在一辆停在太阳底下的 M60 坦克的炮管上，然后把炮管怼到一张黑板上，接着等待24个小时。当太阳落山，月亮升起，又迎来了第二天的日出之后，你猜猜看，沾着粉笔的炮管会在黑板上画下什么样的图形？一个圆圈。是的又重又长的坦克炮放大了热胀冷缩的影响，在不同的温度、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射击阶段，其炮管的弯曲程度呢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不知道这个，不掌握补偿它的方法，怎么能够成为大师呢？当年的 M60 要靠人来校正，而如今的 M1 就靠它了。MRS 会投射出一个瞄准无限远的十字图案，而炮手瞄准距里面也有一个同样的十字图案，它们之间的偏差就是准值之间的偏差了。当炮手调整瞄准距里面的十字与 MRS 的十字重合时，就把偏差值输入到了火控系统里面，于是下一次开火由炮口弯曲带来的射击误差也就被纠正归零了。尽管坦克的履带就是为了更好的支撑它上方那数十吨重的钢铁躯体，以便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地形，但是还是有一些地形特殊到对履带都相当的不友好了。比方说二战的欧洲东线战场，那儿泥泞和松软的地形呢混合交织，一不小心坦克就会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就像这辆最终被沼泽打败的 T34 一样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还真有的而且是自一战开始，坦克刚刚被发明出来以后，它就是存在了的。方法只需要一根原木。当坦克的履带陷入泥潭之后呢，这根原木通常会从坦克的后背或者是侧面取下来，然后横在车体前方推到履带下面，再用链条或者是钢丝绳跟履带绑在一起。于是当坦克再次开动起来，履带就能在这根跨过整个坦克宽度的原木的帮助下呢，从泥潭里面爬出来了。原始但是实用汽车沦陷了，当然也是可以用这招的。所以咱们就能看到直到现在还是有一些像这样的木棍子呢，绑在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坦克的背后了。但奇怪的是二战中的德国坦克不也是要上东线的吗？怎么就没太见他们绑木棍呢？很简单德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呢，永远都是科技与狠活嘛。既然坦克容易陷，就说明是履带的接地面积不够，那咱研发个能够加宽履带的装备不就好了吗？于是这个东西梯形的履带加宽翼板就诞生了。不过从成本收益上来看呢，我还是觉得苏联的科技略胜一筹你们认为呢？这个是一辆正常的坦克，炮塔可以带着炮管转，但炮管自己在上下俯仰的时候呢，却不会影响到炮塔。你是不是觉得所有的坦克不都该是这个样子的吗？我告诉你有些坦克它就是不爱走寻常路。比方说法国的 AMX-13轻型坦克，它的炮塔就非常特殊因为它需要跟炮管一起上下摇头。这种坦克炮塔叫做摆动炮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它的原理是什么，它的优点有哪些，缺点又有哪些，以及为什么这种炮塔设计在现代战场上毫无立足之地呢？作为对比咱们先来看看常规炮塔是怎么工作的。它们安装在车体上的炮塔环上，炮塔可以在这个环上360度的自由旋转，炮管安装在炮塔前部，可以围绕着安装点上下摆动。这就意味着通过旋转炮塔，炮管可以指向任意的方向，并且可以通过俯仰来瞄准坦克上方或者是下方的目标。这种系统自 FT-17到M1 Abrams 等大多数坦克都在使用。而摆动炮塔呢，
它的旋转和俯仰方式则完全不同了。首先，炮塔本身分为2个部分，下部炮塔有时称之为环座，它的功能与常规炮塔相同，它与炮塔环结合，可以360度的旋转，提供快速的指向功能。上部炮塔则塞进了一整根炮管，并且最重要的是，炮管是固定在上部炮塔内的，不能自行俯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转动整个上部炮塔来实现炮管的俯仰啊。说实话，这就搞得有点复杂了啊，就像是明明转动眼珠子你就能够看到隔壁桌的美女了，你非得把眼珠子固定住，然后来把整个头给转过去。所以，除非是真的有什么很特别的优势，否则工程师是绝不会考虑这样的设计的啊。尽管他们是法国人，好吧，优势就来了嘛。首先啊，这意味着炮塔环可以做得更小啊，请记住啊，坦克外露的炮管只是整个武器系统的一部分，炮塔内部还有大型的块状的炮栓，装填手需要将炮弹装入其中，因此啊，当炮管扬起时，也就是炮口指向上方时呢，炮栓就会下降。在常规炮塔当中，炮塔环必须足够大以容纳炮栓的下降，而在摆动炮塔当中呢，这就完全不是问题了。当上部炮塔通过扬起自己来抬高炮管时，由于耳朵的位置比较靠后，于是炮栓下降的距离就会小得多了，因此就可以采用更小的炮塔环，进而使用更小的炮塔。要知道啊，炮塔环直径也是影响坦克宽度的重要因素，因此使用摆动炮就意味着，咱们可以在小型坦克上安装大口径火炮，正如 AMX-13的情况，它小归小，但是却能够装上一门105毫米的主炮。接着就是第2个优势，还是跟炮栓在炮塔内的移动有关的。当常规炮塔向上抬升炮管时呢，炮栓会下降到炮塔环的内部，而如果炮手压低炮管向下瞄准时呢，炮栓则会上升，于是坦克炮的俯仰就受限于炮栓的上升和下降的高度了。你总不能够让炮栓顶破炮塔吧？而俯仰角度是坦克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因为俯仰角度越大的坦克，在丘陵以及类似地形上开火时可以暴露更少的炮塔部分，很有效的就隐藏了自己嘛。通过将炮管固定在上部炮塔内，摆动炮塔坦克为自己就赢得了相当不错的俯仰角度，基本上它只会受到下部炮塔形状或者是炮管撞击到车体的限制，准确说是撞击到发动机甲板上。你可以在 AMX-13上清楚的看到这一点。该坦克的炮管实际上呢是不能扬得太高的，因为炮塔后部会撞到车体的后部。为了应对这一点并最大化俯仰角度，摆动炮塔会尝试将炮管尽可能高的安装在上部炮塔当中。不过咱们有句老话叫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样的尝试带来了它自己的优缺点。摆动炮塔坦克可以在障碍物上露出很少的炮塔部分，但其炮塔本身又通常较高，就像 AMX-50那样。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装填炮弹，摆动炮塔设计再加1分，因为装填手在上部炮塔内，所以它会跟炮管一起移动，炮栓相对于它的位置呢就始终相同了，方便。不过这里真正的精彩是当你想要给你的坦克安装自动装弹机时，在常规炮塔当中，自动装弹机呢只能在炮管完全水平，也就是0度仰角时效果很好。当炮管偏离这一位置时呢，自动装弹机可能就会遇到麻烦。于是常规炮塔通常是通过2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要么使用更为复杂的自动装弹机，能够在任何仰角下装填炮弹，要么就是在每次射击之间将炮管重新降至水平位置。第一种选择成本高昂，第2个选择呢并不理想。显然射击之后将炮管移开目标是一大劣势嘛，而摆动炮塔则提供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因为安装在上部炮塔内的自动装填机可以始终与炮栓对齐。好了，现在咱们来数数摆动炮塔坦克的各种优势啊，小巧快速，火力强大。难道它就没有缺点了吗？当然有了。虽然将炮塔分成2个部分带来了很多优势，但也有一个主要的缺点，这2个部分之间是有一个缝隙的，这就意味着带有摆动炮塔的坦克几乎不可能做到密封，于是它无法抵御自然环境的侵蚀，无法防水，最关键的是无法抵御核攻击、生物攻击和化学攻击带来的威胁，而这些威胁几乎所有现代坦克都能够通过出色的密封和先进的空调与过滤系统来应对。摆动炮塔无法达到同样的密封水平，因为这些旋转部件之间需要留有一定的缝隙，以保证其正常运作。这就意味着如果车辆受到毒气攻击或者是暴露在核辐射之下，坦克成员将会极其的脆弱，而人才是最关键的嘛。不论你的车辆多么优秀，如果你的整个车组成员被击倒了，那都将毫无意义。所以你看归根结底，装备还是要以人为本嘛。摆动炮塔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以法国设计为先锋，如 AMX-13、潘哈德 EB2 和 AMX-50，许多国家都设计了自己的摆动炮塔坦克，但实际上很少有进入服役的。所以时间来到今天，没有
几个人知道摆动炮塔坦克也就再正常不过了。炮弹到底是尖头好还是钝头好？到底是带炸药好还是不带炸药好呢？这看起来会有争议吗？好像没有吧。既然是炮弹，肯定是要炸才好啊。既然是飞在空气当中，自然是尖一点的流线型才更好呀。但是坦克穿甲弹并不是这么想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坦克穿甲弹。既然是穿甲弹，那目的就只有一个了，穿透装甲。不管你是坦克装甲、战车装甲还是攻势的装甲，总之我就是要用我强大的动能来暴力的把你给撕破，大力出奇迹，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但装甲也不傻呀，没理由白白等你来穿啊，所以他也在变着花样给穿甲弹制造麻烦。于是矛和盾之间的你追我赶呢，就这样携手前行，硬是用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把穿甲弹活生生的从一枚炮弹逼成了一只飞镖。在这张图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穿甲弹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演变过程。身子是越来越细了，头也越来越尖了，到了后面尾巴也像飞镖一样长出来了。但是等等，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它的头从来就没有钝过呀。那我们一开始讨论还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啊，我们看到的这些尖头只是为了提高穿甲弹在空气当中飞行时的气动性能的一个部件，它叫做风帽，很软，一碰就塌，是不会参与到穿甲的过程的。真正去穿透装甲的叫做弹心，而它的头部是这样的造型。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就要从穿甲弹和装甲的交手过程说起了。装甲本身是有个实际的厚度的，叫做物理厚度。为了抵御住穿甲弹呢，当然是越厚越好了。但是越厚也就越重也越贵呀。后来人们就发现啊，我不一定非要增加物理厚度才能够增加穿甲弹的穿透厚度啊。我只要把装甲斜着放和飞过来的穿甲弹呈现出一定的角度，就能够增大它需要穿过的厚度了。这个呢叫做装甲的等效厚度。理论上倾斜的越多，这个等效的厚度也就越大。但是考虑到坦克内部的空间和布局呢，它也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好了，来到了穿甲弹那边，你以为它只是遇到了一个穿甲厚度的问题吗？不是，是两个问题，厚度算一个，跳弹算另外一个。什么是跳弹？就是本应该穿过装甲的穿甲弹呢，却被装甲给弹飞了。而这个呢，恰恰就是尖头惹的祸了。从弹头接触装甲的受力分析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蹊跷来了。当穿甲弹撞击装甲时，弹体会受到两个方向的力的作用，一个是垂直于装甲表面的法向力，另一个呢是平行于装甲表面的切向力。两者的合力才是弹体真正的受力。当穿甲弹是个尖头的时候啊，由于尖头的下缘首先跟装甲接触，所以它在法向上的受力呢是要远大于切向上的受力的，合力的方向就比入射线更高了。在这样的作用下呢，它的运动轨迹就开始往上飘了。即使还能穿进装甲呢，也要走过更长的距离，最后带来的杀伤效果嘛，自然是大打折扣了。那要是再悲催一点啊，就是直接跳飞了，白白浪费了一枚穿甲弹不说，还给敌人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那怎么才能把它从往上飘拽下来往下钻呢？让切向受力大于法向受力啊，这样它们的合力就是低于入射线了，形成一种我们称之为转正效应的结果，帮助弹头走了一条捷径，更有可能去穿透装甲了。而盾头的外形就能够实现这样的效果。你可以把这个过程想象成当穿甲弹碰上装甲时，恰好被自己那盾头的底部给磕了一下，就没有稳住，要往前翻倒了，屁股于是翘了起来，整根弹体呢也就转到了和装甲较为垂直的角度上。这不正好就是完美的打击角度吗？所以很快穿甲弹就从早期的尖头变成盾头了，同时也去掉了后部装着的炸药。因为人们发现一旦穿甲弹穿透装甲，其自身所打出来的金属碎片呢就足够有杀伤力了。与其去考虑增加它穿透后的效果，不如把精力集中在如何让它穿得更透这件事情上。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幕幕的打怪升级的场面。盾头戴上了风帽，以便降低风阻，提高射程。风帽下面再被扣上了背帽，以便保护负担主要穿甲任务的弹头免遭经过表面硬化处理的非军事装甲的破坏。而要让弹头穿甲穿得更深呢，就只能让它飞得更快，重量轻一点，不就能飞得更快一点了吗？于是咱把力量都集中到穿甲的核心弹心上，只在它身上使用高密度高强度的材料，至于外面包裹住它的嘛，就可以用一些较为轻质的材料了，以便在使用相同火炮来发射时明显提高出速度。既然弹心外面的部分在穿甲时完全就帮不上忙了，干嘛不把这部分的重量也省了呢？
让它拖住弹芯飞出炮管后，立马就脱落，不是更好吗？于是穿甲弹来到了脱壳的阶段。接着人们又发现，要是这根弹芯又长又细，也就是专业上所称的长径比越大的话，它的穿甲能力也就越强。于是就开始把脱壳后的弹芯往细长方面做了。与此同时为了提高它的飞行稳定性和精度呢，又给它加上了一个尾翼，让穿甲弹最终来到了现在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成为了一个最不像炮弹的炮弹了。好了，这就是穿甲弹的大概原理和发展历程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对矛和盾是如何相爱相杀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身上的一个矛盾，就是只有这么多的资源和精力，为什么不把它放在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地方，而非要内耗在彼此的争斗上呢？这个真的有意义吗？我个人觉得首先这无法避免，其次这还真的有意义。人类的本性就是资源占有，在总量不可变的前提下呢，只能是你多我少，那怎么办？打呗，打就要发展军事。你有一个好矛，我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盾，这才能平衡嘛。而且呢，还要不断去升级这种制造平衡的装备才行。于是科技就得到了发展。所以没有欲望，没有占有，没有好斗，哪能有如今的智能化生活呢？这些东西最早不都是为了军事目的吗？你能说它没有意义吗？只是谁也不希望它失去平衡罢了。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但凡你开过一枪都会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后坐力这个是牛顿第3定律带给设计的一个不幸的副作用。每一个作用力必须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开枪是这样，开炮就更是这样了。几百年来人们不得不适应这种力量。野战炮或者舰炮在发射后呢是需要重新瞄准的。现代火炮虽然使用了减震器来减少后坐力的影响，但炮尾、炮管和后座机构仍然需要吸收大量的力量。因此这些家伙都非常的重，重到完全就搬不上飞机。是到了一战，人类已经有飞机了，如果不能够让大炮在这种更加自由的载具上发挥作用，岂不太亏了？于是有一个人终于是开窍了，说咱怎么就不能发明一门无后坐力的火炮呢？历史的车轮终于开启，我们今天就来简单的看看无后坐力炮的前世今生。开窍的这位是美国海军指挥官克利兰·戴维斯，他于1912年发明了一种单膛双管火炮，在枪的前后两端各有一个弹药室，前端发射正常的弹丸，后端装填等重的油脂和铅弹。当中心弹药筒爆炸时，会将2发子弹弹出。由于彼此的后坐力大小和速度相同，因此后坐力就相互抵消了，使火炮保持静止。戴维斯的想法于1915年被皇家海军航空兵采纳，他们订购了40、50和75毫米的戴维斯炮，用于武装飞机对抗飞艇和潜艇。然而，这种火炮数量很少而且似乎没有在战斗中使用过的记录。我觉得，但凡是个正常点的指挥官都不太会愿意使用戴维斯炮，因为它很有可能杀敌100，自损1000但无后坐力炮这个想法并没有被人们放弃掉。到了2战期间德国和苏联开始对无后坐力炮技术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德国在克里特岛战役中使用了75毫米无后坐力炮，并取得了成功。这种武器由于其轻便和灵活的特点，被空降部队广泛使用。于是他们就有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在多尼尔217轰炸机上安装一门355毫米的无后坐力炮。当然，它最终并没有成功苏联也开发了一系列无后坐力炮，并且在坦克、飞机、船只和掩体中广泛应用。那么2战期间的无后坐力炮是怎么实现无后坐力的呢？让我们回到戴维斯的想法如果将戴维斯炮的工作原理推向极致，平衡用的反击弹的重量可以是主发射弹的1半，而速度可以是主发射弹的2倍嘛，这样它们的动量就相同了。那么再延伸一下，它们可以是任意其他产生相同动量的组合。在极端情况下，反射弹当然也可能只是一团高速气体了实际上2战期间105毫米以下的无后坐力炮就是基于此想法来开发的。这些武器的弹壳要么有一个薄弱的部分在设计时会破裂，要么直接就设计成是有排气孔的，使大约4/5的推进剂气体被排到了火炮的后面。在那里他们通过一个扩散腔，本质上呢这是一个带有
有收缩部分的喷嘴，可以利用文丘里效应来增加气体的速度，从而平衡发射弹产生的后坐力。这种设计原理延续至今，成为现代无后坐力炮的基础了。无后坐力炮在二战和冷战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反坦克作战当中，其轻便灵活和低后坐力的特点使其成为步兵和空降部队的理想武器。无后坐力炮不仅简化了武器的操作，还提高了射击精度和稳定性。例如，英国的120毫米 Wombat 无后坐力炮和美国的 M40无后坐力炮在冷战期间被广泛应用。它们不仅被步兵使用，还安装在了各种的载具上，包括轻型车辆和船只，极大地增加了部队的机动性和作战能力。不过，花无百日红啊！尽管无后坐力炮在20世纪中期取得了成功，但随着导弹技术的发展，它逐渐就失去了优势。反坦克导弹比无后坐力炮更加精确，射程更远，且发射装置更轻便，这就使得无后坐力炮在大多数现代军事应用中都被导弹给取代了。然而，无后坐力炮并非完全消失啊！在极端环境下，比如北极地区，导弹系统的电子设备可能就无法正常工作啦，无后坐力炮依然是可靠的选择。此外，在近距离伏击和城市战中，无后坐力炮仍然是具有独特的优势的。好了，今天又收集了一颗好奇的龙珠啊！你们还想听什么？赶紧留言告诉我吧。航母上面的电磁弹射器听起来是不是很高级？但其实它不过也就是一个XXXL 版本的线性电机而已。你把这节课听好，出去吹牛够你用了啊！很长一段时间，航母上的飞机都是依靠蒸汽弹射器起飞的。蒸汽弹射器通过加热大量的水产生高压蒸汽，然后再用这些蒸汽推动活塞，进而推动飞机。不过这种方法呢有许多问题。第一，它就是复杂性和维护成本比较高啦。蒸汽系统需要庞大的锅炉和管道系统，不仅占用空间，还需要大量的维护。第二，能量效率低，蒸汽弹射器的能量转换效率不高，很多能量在过程当中就损失了。第三，加速不均匀，蒸汽系统的加速曲线难以控制，容易对飞机和飞行员产生过大的冲击。于是这些问题就促使科学家们寻找更加高效、更加可靠的方法，最终就催生了电磁弹射器。电磁弹射器是一种利用电磁力来加速飞机起飞的系统，其核心原理类似于线性电动机。那究竟什么是线性电动机呢？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传统电机的直线版本。传统电动机是通过旋转运动产生机械功的，而线性电动机则直接产生直线运动，所以非常适合需要直线加速的应用场景，比如航母上的飞机弹射。其工作原理是通过电磁感应来产生运动，它由2个主要部分组成，固定在飞行甲板上的初级部分与飞机相连的次级部分。次级部分通常以滑块的形式出现，初级部分包含一系列的线圈，这些线圈被固定在航母的甲板上，通电之后会产生一个强大的电磁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排排的电磁铁，当电流通过时，它们会产生磁力。次级部分包含与这些线圈相对的磁铁或者是另外一些线圈，这些磁铁或线圈位于滑块上，与飞机连接。当初级线圈产生磁场时，次级线圈感应到这个磁场并产生相对的磁力，这个相对的磁力于是就推动滑块沿轨道前进，最终将飞机弹射了出去。飞机的弹射步骤其实跟传统的蒸汽弹射器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它们被牵引车拖到弹射器的起点，起落架通过挂钩与滑块连接，此时弹射器的能量储存系统就开始工作了，就像我们给手机充电一样，电磁弹射器的电容器和电池开始储存能量，为即将到来的弹射做准备。一切准备就绪后，电流开始流过甲板上的初级线圈，电磁场瞬间生成，推动滑块沿着轨道飞速前进，滑块带动飞机加速，就像是看不见的手在拉着飞机往前冲，飞机在短短几秒内达到起飞所需要的速度，然后挂钩自动释放，飞机冲向蓝天，继续它的飞行任务。相比起传统的蒸汽弹射器，电磁弹射器的优点当然是不少了，它的加速可控，电磁弹射器可以精确控制加速度和速度曲线，使飞机在起飞过程当中所受到的冲击力和应力最小化，这对飞机和飞行员都更加的友好。它的能效高电磁弹射器的能量转换效率更高，相较于蒸汽弹射器减少了能量的损耗，它维修更加方便。电磁系统的机械部件较少，减少了维护需求和操作成本，它还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能够适应不同重量和类型的飞机，灵活性更高嘛。然而，就像硬币也有另外一面一样，电磁弹射器也面临一些特殊的挑战，比方说了，初始成本高，电磁弹射器的研发和安装成本较高，航母需要进行大量改造才能够安装这种系统，还有技术复杂性比较高啦。电磁系统需要先进的控制技术和高性能的电力系统，这对于航母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及对电力需求的大胃口了。电磁弹射器需要大量的电力支持，这对航母的电力系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所以
很有可能需要配备核动力系统才能够确保足够的电力供应。那不上核动力是不是就玩不转电磁弹射了呢？也不是的啊，主要是看谁在玩，怎么玩。对于常规动力航母，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项技术来解决电磁弹射器的电力需求。第一，我们需要先进的发电系统。常规动力航母可以配备先进的燃气轮机或者是柴油发电机，这些发电机可以在需要时快速启动并提供大量电力，满足电磁弹射器的瞬时高功率需求。第二，靠谱的能量储存系统。通过安装大容量电容器或者是电池系统，航母可以储存电力并在弹射时快速释放，这有点类似于混合动力汽车的工作原理，平时储存能量，在需要时快速释放。第三，优化的电力管理系统。航母可以优化电力分配，确保在弹射过程中将更多的电力优先分配给电磁弹射器。非关键系统可以在弹射过程中暂时减少功率消耗，以确保弹射器有足够的电力供应。最后是智能电网技术。使用智能电网技术航母可以更加高效地管理电力需求和供应，确保在任何时候都有足够的电力支持电磁弹射器的运行了。好了，今天又学到了啥呢？所以34岁高龄的哈勃上坏掉的陀螺仪到底是什么类型呢？正确答案是激光环形陀螺仪 Ring Laser Gyroscope RLG。你猜对了吗？它是一种利用激光和光干涉原理来测量角速度的高精度设备，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导航和姿态控制系统当中。其主要的结构包括一个封闭的光学路径，通常是一个等边三角形或者是正方形的光纤环或气体激光枪，在其中激光束可以沿着2个相反的方向去传播。下面是它的具体工作原理，各位听好了，又是一次用知识冲刷大脑的好机会了。第一步，产生激光，激光器产生的激光束被分为2束，并分别沿着光学环路的相反方向去传播。第二步，光学环路，激光束在光学环路中多次反射使得光程变长，光学环路通常使用高反射率的镜子来实现反射。第三步，干涉效应，当环路静止时，沿着2个方向传播的激光束会在相同的时间内完成环路。如果环路发生旋转，由于塞格纳克效应，2个激光束在完成环路时会有时间差，从而导致了相位差。这里咱们就提到了一个可能各位听起来相当陌生的名词——塞格纳克效应。实际上，塞格纳克效应正是激光环形陀螺仪的工作基础了。塞格纳克效应是一种光学现象，它描述了在旋转参考系统当中，沿相反方向传播的光波之间会出现相位差。这种效应由法国物理学家乔治·塞格纳克在1913年发现，然后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当然，塞格纳克不仅描述了这种相位差，还写出了一个简洁的公式，让我们能够通过相位差精确地计算出角速度，从而知道这个旋转的参考系到底旋转了多少。公式如下Delta phi 是相位差，欧米伽是角速度， A 是环路的面积， P 是光程的长度， Lambda 是激光的波长， C 是光速。你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不是很简单啊？有了激光环形陀螺仪咱们哈勃就知道自己对准的精确的方向了。不过现在它就有点难了，因为我们可是生活在3维空间当中哈勃实际上是需要3台陀螺仪同时工作，同时测量出 X、Y、Z 3个走向的角速度变化，才能够准确去指向的。而它现在只剩下1个陀螺仪在工作了，等于就是降维到了2次元，那还怎么玩啊？当然，遇到这种情况还得靠咱们工程师来救场了。早在2000年初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灾难之后，NASA就意识到他们未来可能已经没法再执行更多的哈勃维修任务了。而陀螺仪这个东西，你就别指望它能够一辈子稳定工作。于是从3个减到2个，最后再从2个减到1个，是在所难免的，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认真地研究了双陀螺仪和单陀螺仪模式的工作原理，完成了一篇非常详尽的论文，详细到反正是我们肯定看不懂的程度，但结论是可以，尽管这有点难。好，大脑冲刷到这儿，你们觉得够了吗？不过瘾是不是？咱继续把陀螺仪都了解了解吧。机械陀螺仪可以说是最传统的陀螺仪它基于飞轮的惯性原理工作。当一个飞轮高速旋转时，它的旋转轴会保持固定，不容易被改变。这种陀螺仪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迷你的陀螺，依靠飞轮的稳定性来测量旋转。虽然精度和寿命不如现代陀螺仪，但是它们的原理简单曾经在很多应用中都大显身手不过显然你再把它怎么做小呢，也是不可能小到能够装到手机里面
面的，所以手机里面的陀螺仪就叫做微机电陀螺仪，它靠的是测量一种叫做科里奥利力的物理量来检测出物体的偏转运动的。那什么是科里奥利力呢？他说的是在一个旋转的系统里面，当一个物体在进行直线运动时所受到的一种偏转力，其结果就是本来应该是沿着直线走的它变成走曲线了。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实验在一个旋转的木板两端分别坐着2个实验人员，他们互相朝对方抛出小球。按理来说小球应该很容易就被对方接住嘛，但是就在快要接住的一瞬间，小球像是变戏法似的转了一个弯，偏离了原本的路线，让他们怎么都接不到。而这个当然是一个小的旋转系统当中比较明显的例子。其实当我们把这个小系统放大来到地球的尺度，会发现地球本身也就是这么一个旋转的系统这就解释了很多有趣的自然现象，比如北半球的风向右偏，南半球的风向左偏，北半球的热带气旋是逆时针，而南半球的则是顺时针。同样的一条河，两岸的冲刷情况却并不一致等等。那它在微机电陀螺仪里面是这样应用的：首先，我们用交替变化的电压施加在陀螺仪内部的一个质量块上，让它做水平的来回震荡。这就像是让坐在还没有旋转起来的木板上面的2名实验员就像抛起球来一样。接着陀螺仪发生了旋转，产生的科里奥利力就让原本只在水平方向上震荡的质量块发生了垂直方向上的位移，跟旋转起来了的实验员扔出偏转的球一样的道理而陀螺仪内部敏感的电容可以识别出质量块发生垂直位移之后电容值的细微变化，通过对这个电容变化的测量和计算之后就能够得出陀螺仪的旋转量了。当然，这只是一个走向的，如果我们把3个放在一起设计，分别对于上下左右和翻滚，就能够产生出360度无死角的陀螺仪了。那这样的陀螺仪有多大呢？长宽高只有3×3×1，单位是毫米，把它塞进手机毫无压力怎么样，你都学会了吗？下面还想学什么？赶紧留言来告诉我吧。